同样是做慈善，为什么香港艺人从不呼吁大家捐款？哎呀，筹款越来越难了，现在没有人愿意捐钱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？香港艺人做慈善从来不号召普通人捐款，很多人以为韩红基金会全靠他自己跑演出撑着，可去年基金会7.83亿的总收入里，超过99%都来自普通老百姓的综合捐赠。那香港艺人做慈善，钱从哪里来？答案你可能没想到，他们不开口让别人捐，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那个先冲上去的人。1991年，华东地区爆发特大洪灾，18个省份被淹，200万人流离失所，只能在淮河大堤上搭帐篷过夜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国际社会正式发出求援的信号。消息传到香港，整个演艺圈沸腾。梅艳芳第一个站出来，号召大家聚在一起搞募捐。她没说请观众们捐款，她说的是4个字：不择手段。于是，香港演艺圈历史上最疯狂的一次卖艺就这样开始了。1991年7月27日，香港演艺界总动员忘我大汇演开场，跑马地马场100多位艺人上台，近100个节目，一直唱到晚上10点，整整7个小时。整场演出最惊险的节目是柯受良骑摩托飞越人墙，摩托车要飞过几十个人搭成的双层人墙，没有安全设施，没有气垫，稍有偏差，人墙上面的人头直接被撞飞。现场没有一个人敢主动上去搭人墙。沉默了几秒钟，梅艳芳第一个冲下台，站到了整个人墙最高最危险的那个位置。她是人墙里唯一的一个女性。成龙、刘德华一众武打明星跟了上去，谁都没戴头盔。随着摩托车轰鸣声响起，柯受良扭紧油门一跃而过，整个现场沸腾了。这一幕筹得捐款300万港元，有个老板直接出价100万，点名要看刘德华表演胸口碎大石。刘德华二话没说，脱上衣走下去，第一锤落下，石板没动，第2锤没动，第3锤还是没动，台下开始骚动，刘德华憋着气一声不吭地撑着，直到第4锤，石板才在他胸口裂开。他站起来接过话筒，还没开口，一口血喷了出来，现场尖叫声四起，可刘德华只说了5个字：后来才知道那口血是道具，是提前安排好的假血，但他要表达的意思是真的。港澳台和内地流的是同一种血。这场表演募得捐款100万港元，有老板说出10万看成龙翻一个跟头，成龙当场不干了，跟人讨价还价，最后谈成翻5个收25万。他上台一口气翻了7个，多出来的2个他自己掏了20万港元买下来。下台之后，成龙一刻没休息，直接拿起一个空水桶冲进观众席，挨个找人捐款，完全没有大明星的架子。王杰那天原本准备好的10万港元，上台捐完就走，站上台，他看着大屏幕上灾区的画面，看着那些搭在河堤上的帐篷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说：我本来是想捐10万块，但是呢，刚刚看了这样子，我觉得有一点好像太落后了，所以我捐100万元，尽我自己最大力量。黎明那天已经唱了4首歌，体力透支，匆匆准备回剧组，走到半路，有人追上来，有位女富豪愿意出50万，点名要听他唱一首《对不起我爱你》。黎明掉头就回去了，乐队没提前准备这首歌，临时起调，调子起高了整整4个音，唱到高潮的地方，黎明直接破音。我又怕心难死，那段视频后来被人截出来反复播，走音天王这顶帽子他背了整整30年。但没人告诉你的是，那首歌是那晚筹款最多的歌曲之一。这还没完，后来又有人出价30万让黎明表演脖子绕钢筋，钢筋一圈一圈绕下去，他的脸色肉眼可见的越来越白，全场没有人说话，主持人喊停，他才从台上走下来。没过多久，又有人出价5万让他再来一次，黎明没有直接答应，他在跟对方讨价还价，不是嫌少，是想帮灾区再多挣一些。老板加价后，他毫不犹豫把钢筋顶在了自己喉咙上。谭咏麟那晚还有自己的演唱会，时间极紧，但他想了个方法，他跑到台上一边唱歌一边对着球门踢足球，点名了几位老板，你们谁每进一个球捐3000港元，来不来？老板们接了。谭咏麟唱了3首歌，踢进去100多个球，现场筹到30万，唱完他自己再掏了30万，出钱又出力，1分都不少。消息传到台湾的时候，张艾嘉正在哺乳期，孩子才1岁，他没办法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，但他也没想过不去，他把儿子抱在怀里，直接飞到了香港。登台那一刻，他一只手抱着孩子，一只手握着话筒，整整唱了6分钟。台下很多人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，只是一直鼓掌。林青霞那天在美国拍戏，接到通知，她放下所有工作，订了最近的一班机票飞回来。飞机落地，片场的戏服都没来得及换，直接赶到跑马地。她站上台，用普通话说：各位朋友，请伸出你的手，救救我们的同胞，帮帮自己人，谢谢。说完，
他哭了。黄沾是词人，不是歌手，平时几乎不在台上开口唱歌。那天他破例了，他站上台唱了一首《男儿当自强》，唱完他自己还开了个玩笑：我赚的钱不够多，只好来卖艺了。台下笑声和掌声混在一起。《逃学威龙》上映第一天，卖出的票房是1080.98万港元。周星驰和吴孟达代表向华强的永盛电影公司，把这笔钱一分不留，全部捐给了华东灾区。这场义演，很多人发现张国荣没有出现，不是他不想来，是因为他当时人在加拿大温哥华，正在那边主持华东水灾的募捐活动，收到的捐款全部转回了香港，他到不了现场，就在另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。演艺圈在台上拼命，商界也没有旁观。香港烟草大王何英杰在现场宣布了一句话：今晚义演筹到多少，我就捐多少。这句话一出，台下的气氛直接炸，每多一分捐款就等于在逼他多掏一分。赌王何鸿燊拿出了他的2块私家车牌 HK1 和 C1， 直接放上拍卖台，2块牌的保守估值加起来超过500万港元。还有富豪王德辉的慈善基金站上台捐出了1000万港元。这场演出最终筹款1亿072万3182港元，打破了香港历史上慈善捐款的最高纪录，还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。 TVB 亚视、商业电台、香港电台4大电台放下多年积怨，史无前例的联手转播，这个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加上何英杰个人捐款超过1亿，各路商界大佬幕后援助，整个灾情期间，香港民间的捐款总额超过6亿港元。这是1991年，那时候香港普通打工人月薪不到200港元，你自己算这6亿是什么概念？演完这场，香港200多位明星没有散，梅艳芳提议再拍一部电影，全员零片酬，票房收益全捐华东灾区，所有人答应了，4天4夜不眠不休，豪门夜宴拍摄完成，张国荣、周星驰、梁朝伟、刘德华、梅艳芳，几乎所有港圈顶星全在里面，这在香港电影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明白了，不是他们不好找，是他们觉得自己先动，才有底气开口。那天晚上，他们用身体换钱，刘德华躺在石板上挨了4锤，黎明把钢筋绕在自己脖子上，成龙翻了7个跟头，多出2个自己买单。梅艳芳站在最危险的那个位置，柯受良没有任何保护，飞越人墙。他们用尊严换钱，没有一个人说过请大家去捐款吧，他们说的是我先上。当然韩红的方式也没有错，公募基金会和私人慈善是2套完全不同的运作体系。公募基金会有合法的募捐资质，存在的意义本来就是给普通人提供一个参与公益的渠道，把每一份小小的善意汇聚成力量。韩红常年奔波在灾区一线，扛物资、防病、协调救援，耗费的时间和体力一点都不比别人少。2种方式，出发点是同一个，让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。无论是自己走到台前拼命卖艺，还是号召更多的人一起行善，只要实实在在帮到有需要的人，就都值得认可。